Hello， 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真的很抱歉，由于4、5月份很忙，今年的月季春花视频拖到现在才发布。与往年按区域介绍有所不同，今年我打算按月季开花的顺序，从4月中旬一直到6月初依次介绍。那我们就先从4月中旬最早开放的早花品种开始吧。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一款是奥斯汀的红色的月季达西布塞尔，它这一个位置我家是在一个半阴的地栽位，它是我家院子最早开放的月季品种之一。达西布塞尔是这一种非常深的玫红色，它其实并不是正红色，而是玫红色，因为它其实带有一点蓝调。相机比较难以捕捉这种高饱和的颜色，因此呢，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偏色的。达西布塞尔是多头开花，最初的中间的主花先打开，直径还挺大，应该有10公分以上。达西布塞尔今年是在4月中旬，大约17号的时候就已经是开放了。它整体持续的时间还行，主要是它单花的时间虽然没有很长，但是它由于多头，它的腹蕾随着时间日渐开放，它整体的花期也有大约2个星期。在它旁边的这一棵是Sensuous 花园梦，只是它在我的这一个位置虽然是地栽，但是还是在春天有打不开的迹象，它要到第2批花才能够顺利打开。接着往前，这一棵藤本的月季是 Colette 是我家藤本月季中最早开放的品种，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果香，颜色是我很喜欢的鲑鱼粉色。Colette 它也是一个多头的开放，它最后一批花苞，应该是说它最后一批残花，我是直到6月的时候才整体把它做一个修剪，因此它从4月中到6月陆陆续续的开放了整整1个半月。Colette 它的花心是比较规整的4分花型，去年的这时候拱门的2侧分别是 Colette 和亚伯拉罕达比，但在考虑这2个颜色相似香味也相似的藤本月季当中，我是保留了 Colette， 主要是我更喜欢它这种4分花型，而且它的花也开得更加紧凑。亚伯拉罕达比相对来说属于长枝开花，我觉得并不适合拱门的牵引，因此我就把它转给其他花友了。接下来看到的这一片是我背阴的花圃，最初我在这个位置种了接近10棵月季，在去年的时候我陆续把好几棵都挖走了，更换成别的植物。现在看到的这一棵是保留下来的白色月季戴斯德蒙娜 Desdemona， 它也是奥斯汀的一款非常仙气的品种。它的花瓣成数不多，但是初开的时候还是呈现这种孢子的花型。它刚刚开的时候是有一点很淡的贝壳粉，开到最后的话是全白。继续往前的这片花圃，这一个叶子颜色是带古铜边的，是艾玛汉密尔顿夫人。再往前的这一个紫色的小草花是马鞭草，我在它的后面也藏了一颗非常漂亮的花型的漏斗菜。再往前，这一个充满花苞的是罗尔德达尔但它暂时还没有开放。在前面的就是我院子的另外一棵比较早开放的月季奥斯汀的奥利维亚，这是那种冷白皮的粉，就是那种冷调的淡粉色，也是非常的仙女。相机捕捉的光影感觉也是还是有点过曝了，实物的话是更加仙气的粉色。在奥利维亚的后面是我去年也稍微改造了一下的一片枫树，以及是花叶绣球搭配的组合，暂时今年它还在生长当中。
回来这个小路的另外一边，我是放了几盆盆栽的月季，包括这一盆安妮公主。安妮公主是一个最初不怎么讨喜，但越看越喜欢的品种因此呢，今年它在这个位置盆栽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接着往下的这一个是我全阳区的盆栽焦糖古董。焦糖古董是非常特别的颜色，就像焦糖一样，中间是深一点的，然后外围会浅一些。它的花非常的大，我拿在手上，我觉得有我整个手掌的大小，应该有12公分以上的大花。焦糖古董是一款切花的品种，扦插苗今年是第2年。焦糖古董它的复花性还是相当的好，单花的持花时间很长，10天半个月是有的，但是为了不影响它下一批开花，我大概在它开放1个星期以后就把它修剪了，大约在4月底的时候修剪，然后现在在6月初已经第2批花苞要即将开放，因此它整体来说复花时间还是相当的快的。在焦糖古董的旁边也有一棵已经开放的品种，镜头色差的原因它显得非常的难调。这是一个带有一点点紫调的玫红色，它是一款古典的月季 Madame Isabelle 19世纪的月季。我看到这一款月季是从一个外国的园艺博主那里看到的，他说这是他闻到过的最香的月季品种，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因此我也收了一颗在我的院子里。它其实现在已经是第3年了，但它长得其实还挺慢的，今年才算是比较有规模的开花，估计需要地栽才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它的香气确实是非常的浓郁，是那种古典的很纯正的老玫瑰香气。它的花型也是这种欧洲蔷薇4分花型，但花径不大，我这一个大概7到8公分左右，可能跟它的苗还是比较小有关系。接下来看到的这一个是我的 HF 杨，就是我种过的那么多铁线莲里面，我觉得是最皮实最好养的品种。HF 杨这种蓝紫色，其实在花园里真的是非常容易搭配的颜色。它的花也很大，张开呢就像脸一样大。然后它的旁边的这一个朱顶红，则是我买回来第3年的才开花。我之前一直都看它像一颗洋葱一样，从来没有开过花。今年第3年呢，它终于开花了。这一颗朱顶红是非常漂亮的粉色的，有一点条纹的颜色。接下来的是我全阳的花香区域，镜头这里看到的是夏洛特夫人，她今年的花量算是不错，看来我年初放下去的那点虾干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旁边的龙沙宝石还在打花苞的状态，在另外的一个花箱里，黄金庆典正开得茂盛。黄金庆典去年也许是听说我要把它挖走了，于是呢长了2根很大的强笋，因此它今年的花量还是相当的可观。跟它种在一起了，除了龙沙宝石，还有这一颗蓝紫色的铁线莲哥白尼。这一颗哥白尼上面能看到许多的小花苞，这些花苞持续到5月底还是继续的在开放。重新回来看到黄金庆典，我真的很喜欢它这浓郁的黄色。虽然说它在夏天，应该说它即使是在春天，它的花期单花持花时间不长，但它却是又能在4月中旬能率先开放。我还是想继续保留在这里，虽然它持花时间确实在全阳上是比较的短，但也没有办法，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是很难用别的花色去替代的。然后在我的这一个潮汐的花坛的区域，现在看到的这一个红色的小花是玛格丽特菊。在玛格丽特菊的后面，这一棵黄色的植物，它的名字叫橙花糙苏，它是具有黄色的花瓣，它的叶子是那种毛茸茸的，应该是非常的耐旱。而在它旁边的这一棵蓝紫色的鸢尾，也是我种了第3年它第一次开花。它后面的这一颗橙色黄色相间的，正是 Perfect Moment， 也是我院子里的元老月季之一。
这1个星期以后，随着傅雷的开放，达西布塞尔它现在更加的丰满，整体的感觉就更好看了。跟它搭配在一起的是这一个黄色的是 Fairy Field， 以及是紫色的这个鼠尾草。这一款像小荷包样子的鼠尾草是众多鼠尾草中花期比较长的，也是相对比较耐阴的品种。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期继续2025年月季春花的表现，下期见，拜拜。